嘿，Hello，大家好。我们刚刚从露营回来，今天又重新开始上班，刚刚下班。然后今天准备给我老婆做一个简单的豆腐烧鸡蛋。我是在抖音上学的方法，第一次尝试，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大家有看到我这个衣服啊 ，Nashville， 就是这个我们田纳西的这个省会叫纳什维尔，也被誉为这个音乐之城。很多出名的音乐家都是从这个纳什维尔出来的，比如说泰勒·斯威夫特，他就是这个城市出道，最后变得家喻户晓。好，现在我们准备把这个鸡蛋打进这个碗里，然后把鸡蛋打散，把这个鸡蛋翻炒一下，跟这个豆腐加点豆瓣酱，把它炒至红油，然后再把这个豆腐加进去。豆瓣酱加完之后呢，然后让它煮一下，煮完之后我们再加点这个水淀粉，给它勾个芡。What you making, Baba? 西红柿炒蛋，还是确实要把这个西红柿给它炒得烂烂的，然后把这个汁炒出来。他自己也尝试着做过几次，但是感觉他自己感觉味道都不是很好，所以今天再做一下，然后等会儿再煎2个饺子，就差不多了，我们2个人吃应该就够了。好 ，OK， 吃饭了，今天都是最简单的菜，然后阿瑞都是非常喜欢吃的。他虽然这个番茄炒蛋这个中国人都会做，很简单，但是美国人吃的不多。第一次阿瑞吃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然后现在他就是每天都吃不腻。Sure fun that, right? Yeah. Sure fun that. 好多人留言问我们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我在美国就是一个中文老师，就是教汉语，教中文。What is your job? I work at the school and I'm also a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teacher. Ari 他是一个英语老师，他之前在韩国教过，也去日本交流了1个月。后来他考了这个英语作为第2外语的这个教师资格证，这个在美国呢是有一个证书，你要考完之后你就可以去别的国家，就是英语非母语的这个国家去教授英语，所以 Ari 当时就考了这样的一个证书。有很多人现在在跟 Ari 学习，然后这一学期呢，其实是他已经满了，就是他的名额已经满了，已经排不过来了。在这个网上也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支持我们的粉丝，他们想跟 Ari 学习英语，我觉得下学期应该可以。因为我们不是通过这个中介或者是第3方机构，来交费，我们是直接你就跟 Ari 就联系，然后 Ari 他是直接用这个腾讯会议或者是用这个软件来教你。现在 Ari 已经有大概5个学生，每一个学生每一天是1节课，然后有时候是1个星期3到4天。我呢是在这个高中教中文，我就是属于这个普通的这个老师的工作，在美国。We can talk about American normal people's income. Yeah. So they say the average salary all across America is 40,000. That's the middle income. Middle income. 在美国这个平均的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个收入大概是4万美金左右。他说的这个应该是指全国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年收入。It's considered usually poverty if you make less than 20,000 for your family, or even 24,000 is still considered poverty. 他刚刚说的这个4万美金是指这个中产阶级的一个标准，但是呢，我之前也查过，这个美国的中产阶级的标准是4万到8万美金一年，上下这个是有浮动的。
所以也不是很确定的。但是他刚刚又说这个，如果你的年收入是在2万美金以下的话，你就是被考虑为这个贫困人群。They count it as household income. So your mother, father, and the kids. So if you have 3 kids, which is very common in America, and even if you make 30,000, maybe you're still considered poverty because you have more people in the home that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现在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跟 Ari 的这个收入怎么样？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的工资，在美国呢，这个中部地区老师的工资平均工资1年大概在4万美金左右吧。所以我们就是属于这个中产的最低端。但是其实我运气比较好，就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出房租，我们不需要出水电费，因为我们的这个房子呢是学校提供的，然后只要我一直在这里工作，他们就一直让我们住，这点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也是刚刚研究生毕业嘛，之前的2年一直在做这个中文老师。How much of your salary? Well, since I have 2 jobs right now, if I count those together, I make maybe 30,000 a year. 30,000 a year. Yeah. We're together almost 1 year, around 60,000. 这个是我们1年的大概收入吧。但是在美国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刚刚结婚，我们就考虑到未来这个要买房，要生小孩，所以我们现在也比较节俭，我们每个月大概都会存一些钱下来。随着这个以后我们如果换地方的话，去到大城市的话，工资会高一点，然后但是呢，这个消费水平也会提高一点。So, how do you think like American other people's job, like for example, like the normal serving in the restaurant? Yeah, like a waitress or something. I mean, a lot of jobs in America in the restaurants or service jobs will be more tip based. So each hour they only maybe earn like $2, but they count on people to give them tips to make them earn more money. So most of their salary is from just people's generosity. 在美国的服务员呢，他们就是底薪呢，大概1个小时也就2-3块，但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收入是来自于这个小费。这个也看，如果你是在中餐馆做这个服务员的话，你的收入就取决于这个生意怎么样。如果生意好的话，大概在4000到5000美金左右吧。但是如果你在日餐馆工作的话，其实这个收入会更高一点。How about other job, like a doctor, like good job? Yeah, well, those definitely, I think if you're a doctor or a surgeon, you start earning, like we say, the 100 grand jobs. Once you make it into the hundreds, you're upper class for sure. But it requires a lot of school. So if you want to be a doctor, I mean, you're spending 8 years in college usually, which is so much debt in the beginning. So you have to be really dedicated, super dedicated. 在美国呢，很多华人会让他们的孩子做这个老师，做这个医生 doctor，或者是这个律师，这个就需要他们在学校要读很多年，然后这个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贷款，所以在前几年做医生的这个收入呢，其实都是需要来还贷款，到后面会越来越慢慢好一点，因为美国上学确实特别贵，然后学生基本上都是有贷款的。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期见，再见，拜拜，拜拜，Thank you。